目前吃过东京最好吃的拉面，不惊艳，但是没缺点。点了个鸡配版的，刚才点错了，应该点特上。不错，它这味道好，但是它这个是海盐，这饭这里是整体卷制多。今天来吃超高分拉面，塔贝洛克3.9分，大概东京10名左右的一家拉面店，看看味道到底咋样。来吃东京第一的拉面了，大家看看真相到底是什么吧。这个是不是分量更大？哎，阿里嘎多。我们今天下着雨还那么多人排了，哎，阿里嘎多。我今天岸田商店也太难抢了吧，根本抢不了吧，太无语了吧，完全有开挂的吧。一个位子行不行啊？真不行啊，太难了。啊，一个位子可以，也不可以，抢不了，根本吃不了。今天去吃这家，排第6的这家，看看到底怎么样。这家面我是2年前就想去了，一直没弄上，就今天去验证这家。我想起来了，就这个地下的这个天妇罗，哇，这家店太难吃了，今天居然没排队吗？这家店有点夸张的难吃，主要是不新鲜跟腥味重。这家我之前踩过雷。现在去吃拉面，坐错车了，哇，绕一大圈，太夸张了。其实今天这家跟大阪那家有点像。哇，去超远的地方吃拉面。终于到大森了，现在去那个麦苗。这家店我开了2年吧，每次都没吃上，因为他好像星期3、星期4不开门还休息，每次都错过。这次验证一下，到了就前面那里边，过个马路。约的11点，还没开门，差个10几分钟。就这了，已经约满了，好像。就如果你直接来的话是没有吃的，一定要网上提前约好，或者早上来特别早。开门了。其实看到这种名字跟英文 homemade 的拉面，家庭制作的，就是纯手工。你看他说了没有科技狠活，那说明很多店都是科技狠活，东京的。他强调没有，那说明很多都是。其实日本人不太吃，就是日本高分的拉面基本没有豚骨拉面，这个基础认知好像国内人还是不太懂，还在停留吃豚骨拉面。塔贝洛克前100没几家豚骨吧？有没有10家？反正前100、前10全都是清汤系，都是清汤，没人吃浓汤。点个低配版吧，让它少盐，一定要少盐。碗都是煮着的。可惜没吃到特上，它的肉应该挺强的。我刚刚吃的时候，它有好几种味道的肉，而且做的都挺好，很细。老板不让开了，但是我开了一家应该是加热的。点了个鸡配版的，刚才点错了，应该点特上。先不喝汤，因为汤是太烫了。先吃下，我让他少盐啊。以后去日本拉面店直接说少盐，尝一尝。我这少盐肯定不咸。先吃口水。海鲜汤不错，挺香的这汤。
这汤底不错，也不咸，少盐就不咸，吃块肉。腊肉哇，超香，他家这肉超级不错，看着差不多，味道完全不一样，不错，少盐超好吃，吃个馄饨。哦，馄饨是虾的，挺鲜的，不错，好吃，而且没腌制过。尝一下这个大块猪肉。大块猪肉也超好吃，超大块的比较嫩，不错，这家可以，还是这家，这它少盐啊，这个笋子，我让它减盐，我妈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咸，但不是很咸，我反正觉得不咸，笋子臭臭的，下次应该来这家点那个特上的，我觉得这家味道是我吃过最好的一家。可能是因为我其他都没说少盐，这家少盐就不错。肉质是烟熏腊肉，中国的口味，但会更精致一点。不过它面偏软，但还算有劲道，不会断，也不会坨。碗也超级烫，现在来喝口汤。这家汤还可以，这家鱼汤挺鲜美的，虽然是2次加热的，但不错这家。汤海鲜味还是浓郁的，比那个琥珀好吃一点，我觉得这家还不错，不错，它这味道好，但是它这个是海盐，海盐入到汤里面有点介入，但仔细吃其实不咸。我说让它反正就别太咸。吃完了出来点评一下，这家味道可以，有鲜味的，有那些海鲜味的，而且就是再加热的味道不是很明显。吃的像就是不像那种再加热的，肉也蛮好吃的，面肉汤都挺融合的，你们可以来这家。然后学了句日语，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句，有没有日本的观众来说一下？学了句日语，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有观众在日本的观众有没有说一下的？就让他少点盐，好像是阿基五斯梅。好像是这样，有懂日语的来教一下，口语化的让它少点盐，就味道淡一点。反正我就说喜肉秋豆，反正以后我吃日本的拉面全部进去，不管它淡不淡咸不咸，直接让它少盐，让它味道淡一点，不然的话有些踩到雷直接吃不了。你们也可以学我这样的操作。目前这家日本拉面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日本拉面了，也不能说味道有多惊艳吧，就是该做到的都做到了。反正清汤系的就这个味儿，它没有任何缺点，没有任何短板，只能说少点让我震惊的感觉。跟益贵和还是比不了，毕竟益贵和的面更劲道，汤头更清爽，而且是滚烫的开水。像海盐打底的拉面，它会有个缺点是，你刚试的时候盐不够的话，会稍微放多了，汤就有点咸。浅草桥了，来吃以前秋叶原第2的拉面，搬家了。这家店老店是3.91分，新店好像是86分吧，也在东京前20吧。哇，在这么小的巷子里啊！到了，就这，是整理券制度啊！完了，这里是整理券制度啊！还好我们来的早，拿到11:50的。来，现在先点菜，它这里还可以选中文，特别好。中文，选盐味的，最好在胡椒酱油是有名的，但是我不敢点，我怕太咸了，就点盐吧。看一下。特制的细面还是中卷面？要不点粗面吗？要点粗面吧。点个粗面吧。可以了，应该。看看还有啥东西。随便买了个番茄，超好吃，肉感很足，很大，很丰爽。
口感完全不一样，而且不酸，挺好吃的。真的，到日本一定要来这些市场逛一逛，蔬菜买点水果吃一吃，老百姓消费的，而且挑贵的买，绝对好，不要去那种大超市。永旺的这种桃子就挺好吃的，但是没有那个那个商店街的好吃。就是上次去吃猪排那边，买山梨县的，别买福岛县的了。我吃过，就是排倒数第一的桃子，也比上海的那些黄桃好吃，只是稍微贵一点。商店街的，就那天去那个商店街的吃猪排那里的那些小店，接地气的那些更好吃。我感觉最佳时间应该是10点过来拿整理券，然后去那个秋叶原逛1个小时，或者9点半吧，拿第一波的，中午刚好就能吃个饭。来太晚的话，我估计要等很久吧。味道有点太重了，店里感觉。这还有面粉，难道是店里自己做的面吗？我这感觉店里味道不是很好闻，就是有一股鸡味还是啥味，就不是香味，是有点那个闷味。环境是不错，但是就是飘着一股猪油还是鸡油的味道，不太确定。哇，这位置太油了。这个面还获奖了是吧？有机器做的。柜子都是老式面条机，不知道他们用过，还只能展示。日本的拉面都挺注重碗的温度的。店家的服务态度都挺好的，老板还会说英文。面感觉鸡油有点多吧，是不是？就他说这个一起吃更美味，黑色的番茄。尝一尝，直接吃了吧。它那个番茄挺好吃的，番茄味道很浓郁，也不酸。番茄不酸，但我感觉它这个鸡油味太重了。尝一尝面，选的粗面，没选细面，有点像方便面的面。这面有点像那种辛拉面的面是吧？不太好吃，没订到。尝块肉吧，这鸡腥味有点重，有股鸡屎味，瘦肉有点柴，味道一般。这感觉可以跟入肚有的一拼，尝一下这个肉丸子。哇，这鸡的那种味道太重了，不好吃。踩大了一顿，我现在已经不想吃了，但是太尴尬了吧？老板还那么热情。尝个馄饨吧，太难受了。这馄饨的肉也是姜放的超多，感觉这家店像不会做菜的做的。尝个薯粉，这笋干也没啥味道。尝块菜，欣赏不来真的。吃块肉。面条就像辛拉面，煮的时间很长，煮烂的面条。这啥鸭肉，肥的要死，吃不习惯，太难吃了这玩意儿。这家店风格跟入路有点像，比入路还大一点。这是啥肉？有点像便利店里的鸡胸肉吧。
面太软了，真太软了。这馄饨超级腻，而且姜特别多，而且这碗面感觉在喝油，油超级多。咸到不咸，咸到不咸。看这鸭肉啊，最近这鸭肉太腥了，腥的我要吐了。受不了，这不会做菜的人做。超远的鸡蛋，我妈说有点像鸭蛋，你知道。这溏心蛋没做好的溏心蛋吗？这水平有点太差了吧？这个溏心蛋没做好吧？这不会是鸭蛋吧？真的吃到这里我要浪费了，我真的吃不下去，闻着都痛，不想吃了。真的吃不下去，没办法，太尴尬了，不玩了，直接走，浪费钱，上个厕所吧。哇，刚才那家店真的是太吃不习惯了，那个一大股鸡屎味、鸡腥味，然后油蒿味儿、油味儿、鸭骚味儿，面还软不拉几的，完全不会做菜的人做的。如果你说那个上海那家店叫啥面屋 King 是他的徒弟，那我相信一种类型的店。我就好奇为什么这种店能开的生意那么好啊？你们不相信的可以来试一试。我是真的是太难受了，真的太尴尬了。今天去这个东京第一的拉面，看咋样？这家我去过，太苦了。这家我们拍过，这家我明天发视频，你们看一看啊，排第一的，就揭开真相的时候到了。山泉水煮的面啊，太牛了！每天开着面包车，太夸张了，真的。他这用着土鸡熬的汤，那么多种鸡，他这机器也超牛，坐的超远。不过其实实际坐下来还行，没有想象中那么远。这还要换乘。如果你是拉面爱好者的话，还是建议你去找寻最后的答案。哇，真的到山里来吃拉面了，真正的山。这真的是到大山里了，大山里吃拉面，这辈子也就只来一次吧。再好吃我也不想来了。但是其实坐下来还好，感觉跟坐到嘉定差不多，感觉来早了1个小时不到一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这离这地铁站还有个几百米吧。下面水好清澈呀。这附近还有一个卖梅干的纪念品。这离地铁站还有点小远了。终于到了，就这里，就这了，终于到了。这是干嘛的机器？我不知道。已经卖完了。提前到的来2楼先休息。提前来的可以来2楼，还有漫画看。这休息室环境太好了吧！这个小环境休息室相当可以。吃盐的吧，盐的好吧。特别棒，不知道能不能拍，问一下。这水是不是山泉水啊？好像这水不太一样，真的，不像矿泉水，也不像自来水。他们家服务超级好，特别贴心，很有礼貌，不像有些拉面店一样。你们可以来试试，服务真的没话说。哇，这手法太屌了吧！它是不是过了1秒钟凉水？哇，这个下面的手法，国内好像比不了吧？
日本人真的把苏式扇贝面发扬光大了。我跟老板说了减盐，给我做的很淡，他说好，所以我的不可能咸。老板这小伙挺认真的，亲自帮我端面。这汤头挺漂亮的，只是这里灯光不太好。哦，这面这样的，上面有块烤鸡的鸡腿肉，尝一下。实际上挺香，就是冷的。这鸡有鸡味，广东的朋友可以来学一下。尝口面，这个面是软面，但是不会断的软面。这块鸡肉太香了，确实厉害。这个面，尝尝这块肉，这肉超嫩。哦，我是让他帮我就是少放盐了啊。鸡五子面，哇，肉超嫩，带点淡淡的盐味，超香。吃个馄饨，尝一尝。这馄饨是腌制肉吗？哦，不是，是白肉，肉也挺香的。再尝一下这个，好像这个比昨天的好吃是吧？对，这个水平更高。它的面是软而不烂，虽然软，但是不会断，也不会糊。对，而且比较那个滑嫩的嘛，吃起来非常的滑嫩。这就是一块传统的叉烧，猪肉挺香的，它不是腌的，也不错。吃块辣椒，它的叉烧猪香味确实重，可以，一点腥臊味都没有。这碗面煮得好。特点，它这个面嘛，它不像一般的那个就是半生不熟的面那么圆，它有一点扁。而且它不烂。这个云吞其实一般吧。现在来尝尝汤头了啊，先让温度下来一点，不然刚刚太烫了。这碗也超烫，它这个碗算烫的，不算超烫。这就是个鸡汤，跟国内的鸡汤差不多。这个秋葵也很好吃。它这个海鲜味不浓，但是一个好喝的鸡汤。喜欢吃软面的可以来，喜欢吃硬面的可能不行。但是它这个面它不会断也不会糊，挺神奇的。它这个汤就是海盐打底的，必须要让它就是淡一点，像这样的话就刚好。它这个汤是好喝的汤，但是我觉得味道不够丰富。咋说呢？就是它的浇头做的比较好，就那两片肉做的特别好。汤跟面的话，好像昨天那家好一点吧？还是你觉得这家好？这家也不错的，都很好。差不多，其实是吧？现在第二碗。お塩入ってるので、麺と塩で最初、麺立ちですね。ではスープに途中で絞って召し上が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はですね、冷たい昆布の出汁。麺半分食べ終わったら、この出汁を麺の上にかけて混ぜて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失礼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他就说面先配个盐巴吃，然后就中途再放点柠檬好像，然后吃到一半再放这个。醤油スープ。ありがとう。塩スープです。麺ご用意します。这个是不是分量更大？ありがとう。他说先放盐炒，弄这个。这是粉红色的盐海盐还是？你们别看这两个碗真的挺大的，
看一下这个盐，尝一尝。加着盐没啥特殊的呀，有点咸。这个吃法不适应，算了，我就蘸面吃了。这个盐超级咸，咸到有点离谱。算了，正常吃蘸面的方法。饺子皮咋吃？等会儿问问他。他说把这个夹着面吃。尝一尝，哎，算了，先尝这个荞麦面，先尝放这个里面，刚刚没吃过这样。那不是冷面的呀，那是成热汤面了。对，它是蘸面，尝一尝啊，感觉没啥特殊的。这个蘸面没有，只能说比普通的蘸面好吃，因为没那么咸，但是没有汤面好吃，是吧？尝这块肉，刚才那块肉吧，应该这肉稍微冷一点，老一点，然后这个汤底有点咸，没刚刚那个汤底那么好。再尝尝这个。如果他那个汤面是在市区的话，我愿意吃第二次、第三次。不过它这个有个好处啊，它这个鸡汤面没鸡腥味，不像你去年拍那些有鸡腥味。这个面蘸汤啊，比刚刚拉面的好吃，因为没那么软了，更弹。这个面挺适合蘸这个的，但蘸了以后只是面好吃，整体性还是拉面好吃。如果你纯爱吃面的话，可以试试这个。现在试试酱油。口味正常的人，我建议你们在日本别吃酱油拉面，会被咸死的。酱油的，酱油的有点咸，还是吃这个吧。酱油就更咸，它酱油倒是挺香的，但是不惊艳，不会让我想点它酱油面。尝这块肉，肉太咸了，而且老，还是吃刚刚那个好。现在吃了一半了，把这个倒进来。它这个厕所是不是下边也有？好，现在拌了一下，吃凉面了，尝一尝。像这样吃的话，有点难吃，放那个，还是蘸汤吧。算了，吃不完了，这个凉面味道不是太行。这汤面绝对碾压这个不太行，酱油那个太咸了。这两个汤完全喝不了，咸到灵魂最深处。总结一下啊，汤面挺好吃的，然后汤面那2块肉也挺好吃的，啊，那3块肉挺香的，该嫩的也嫩，该香的有香，肉香味有，汤头也可以，但是汤头不够惊艳，蒜很不错的，但是不惊艳，汤头没我想的那么惊艳，我觉得昨天那个汤头不错，然后面是软面，但是不脆不烂。也能理解，也能接受。反正综合来说的话，跑那么远可以来尝一次。如果他在市区的话，让我多吃2次，我还是愿意的。味道不错，没缺点。现在还是想拍一个视频，跟大家说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因为我发现很多评论区或者国内的一些拉面爱好者好像不太懂这个问题。我就不分什么清汤系、浓汤系，什么就是煮干的那些太那个了。我就说一点，就是豚骨拉面在日本好像排名分数不是那么高，那说明它应该不太符合日本拉面专业爱好者的口味。那我们现在就来数数前100有几家豚骨拉面吧。第1家饭田商店肯定不是，第2家这个是担担面不是，第3家 feel 我们谈过，第4家这个不是清汤面，就第5家这个它是个蘸面也不是。我们现在就往下看，看哪家是豚骨，我不说话就都不是吧。这个排名它不一定分数对，但是它这100里面它排名不一定对，但好吃的大部分应该都包括进去了。现在还是没出现啊，豚骨拉面全都不是豚骨拉面。就这个不是豚骨拉面啊，就这个是煮干的啊，这个是煮干的，这个不是豚骨拉面。目前还没有，这个是蘸面啊，蘸面不算豚骨拉面啊。现在到了20名，还是没有一家豚骨拉面。那豚骨拉面到底是谁吃呢？豚骨拉面我理解的就是快餐店
可能类似于中国的青海牛肉拉面这个东西。就这个也不是豚骨啊，蘸面，目前还没出现豚骨啊。就这个也不是豚骨啊，这个是酱油的，目前还没出现啊。这个也是蘸面，就这个是鸡白汤的啊，第28名。就这个是加系的，加系的不算豚骨拉面啊，就是我们国内那种。我看小红书，我真的有点莫名其妙，他们用浓度来测评拉面的好坏，有点莫名其妙，真的。现在到了36，还没有出现一家豚骨拉面，那到底豚骨拉面是日本人吃还是我们中国人爱吃呢？豚骨拉面大部分停留在日本拉面快餐那种类型的。就好比一个美国人跑来测评哪家中国青海兰州牛肉拉面哪家好吃这种感觉，所以我有点莫名其妙。到43了都没有那个豚骨拉面了，哇！所以你们老是问我这家豚骨拉面好。这家拉面好不好吃？首先，豚骨拉面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比较业余的东西，就这个也是酱油的，这个是酱油的，我是之前打开看过了，好像是，反正不是豚骨拉面，这个也不是豚骨拉面，好像我看这个好像是吧，这个也不是豚骨拉面，这个也不算，就是要是按照我们国内那些拉面爱好者的评分的话。那都不合格呀，那浓度都不行呀，都太清淡了呀，都味道不行呀。继续啊，现在到52名了，还没有豚骨拉面。哦，就这个是这个汤头按他们测评不合格，直接。我这是日本排名，不是东京排名啊。60名了，还没出现豚骨拉面。62了，就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到64好像出现了？但是64这个算味增拉面，也算豚骨吧？只是在国内的话，这个浓度不及格吧？哦，这个算，这个那行，出现第一家吧，好不好？64名，我们继续看，目前是一家豚骨拉面啊。其实看了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到底喜欢吃什么拉面。你说他的排名不对之类的，好吧，味增拉面算豚骨，那2家，国内有味增拉面做的好吗？我不知道啊。72了还没有，就是真正你们要吃的那种豚骨拉面，这个二郎系吧。好，那二郎系也算吧。那3家76名，3家。4家，这个二郎系吧，4家，第80名。反正我的个人定位，豚骨拉面就是中国的青海兰州牛肉拉面，中国人也吃呀，爱吃的也有，但是它不是很高的水准的东西。这也是豚骨拉面吧？看一下，这个还是味增拉面，也算吧，5家吧，是不是？5家还是6家了？我有点没数清楚。这个是主干吧？这个应该不是那个。啊，行，我看行，这个算味增拉面。这家我下次去探探，这次忘记了，本来要去的。哇，这今天下大雨来吃的家拉面，离地铁站还有点远，主要预约了交钱，不然会扣钱，没办法。如果有下雨天，千万别订这种离地铁站远的店，有点麻烦。到红绿灯这就到了。我看他们说这家鸡汤特别屌，
我去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就这个白的这里吧，应该。哇，有人已经排队了在。哇，这还排队，这有预约的吧？哇，这不是预约的店吗？怎么这还排队了？我在这里闻着感觉酱油味有点重，不会又要踩雷了吧？这是吃啥的？那么多大洞房，华屋和食与冰味，这家会不会真好吃？他们这些人没预约都排队排那么长，我现在预约了就来第一个。自家制面还是自己家做的面？看那个，小心。面拍不到。哎，看那个。尝一尝好不好吃？跟那个有点像，咋感觉不好吃啊？尝一尝吧。吃个丸子吧。吃个丸子。鸡肉丸子还可以，吃得出来是自己手打的，里面还有点脆楚。尝一尝面，面是硬面，我反正让它那个阿基乌斯面了，也不咸，面不仅硬还脆，挺好吃的。鸡汤也没鸡屎味，是香味。再尝一尝，看看这是鸡胸肉吧，超嫩。嫩还是老啊？夹着嫩，看着老。尝一尝，这鸡胸肉是里面嫩，鸡味太重了，偏香味。鸡胸肉可能搞得有点太嫩了，脆脆的里面还。加了个叉烧饭，因为他家味道还不错。就是可能海盐放的太多了，微微有点咸，但仔细吃能接受。尝这个肉，这块猪肉不太行，有点腌的不是很好，有点猪骚味，一点点。叉烧饭20块，看看溏心蛋吧，这溏心蛋也不溏心了。微微一点溏心的，它这碗面其实海盐有点太多了，也是微微有点咸。这块猪肉比较好吃，嫩嫩的。刚才那块大的不是很好吃，可能中国人吃这个汤你会觉得有点咸吧。鸡肉丸子还比较好吃的，跟烧鸟的比较像，也不腻。尝这块肉，这块带肥肉的还可以。比较香而且嫩，就那一块肉不好吃。它面就是有劲道的硬面，应该是这几天吃过最硬的一家。尝尝笋，笋是那种腌笋，一般吧，跟国内那种酸笋有点像，不是很咸吧笋。现在来尝尝汤吧。这是盐的，但是怎么吃的像酱油一样？汤有点咸，鸡香味有一点吧。搞个叉烧饭尝一尝，这叉烧饭好像提前做好了，还行吧，马马虎虎。就是你吃不饱，给你弄点吃的。哎，它这叉烧饭有一个葱的料子，比较像广东白切鸡配那个葱，还挺香的，挺搭的。太咸了，下面不吃，酱油，汤也不喝了，汤有点咸。就这样，味道还可以，没踩雷。这下着雨还那么多人排了。吃完了，现在吃完了，总结一下，味道没有雷点，东西没有任何腥骚味，也没有任何怪味，只能说有点咸，中国人应该吃不惯。我还让他阿基乌斯面就是减盐了，然后还是有点咸，汤直接喝不了。但是里面那些肉除了一块肉不行以外，其他味道还可以。专门来应该不太推荐吧。
离地铁站也比较远，用游客卡也用不了，还要自费路费，加起来成本有点高。其实中国人吃拉面直接就吃麦苗就可以了，麦苗就是比这些都好，没有任何骚味，而且还可以。